大家好，我係 Tammy the Physio， 歡迎大家翻嚟收睇第4集個 How。上一集我哋總結咗5個長者最常跌倒個家居陷阱啦。咁今集咧，我就會俾啲建議大家如何去改善家居個設計，去預防長者跌入個陷阱。事不宜遲，第一點就係要改善個通道同個間隔。咁如果你哋發現個地磚又或者個地板已經係凹凸不平咧，咁就要盡快去修補啦。第二點就係，如果個客廳同個廚房嘅地下有好多雜物阻塞咗個通道咧，咁就要盡量去清除啲障礙物，去增加個活動空間，防止長者跌倒啊。第三點就係為咗安全起見啦，咁我建議拆除咗全屋嘅門檻，去預防長者隻腳咧一時唔夠力遞唔高嘅時候咧，佢好容易俾啲門檻棘一棘就跌倒啦。如果個門檻係唔拆得嘅，咁我建議將個門檻同個地板用嘅顏色咧係要相反，又或者喺個門檻油上啲比較鮮色啲嘅漆，又或者可以黐上啲鮮色啲嘅膠紙，令長者咧容易見到個門檻。第四點就係，如果個屋企係有露台嘅，咁我建議個露台同個客廳個地台咧個高度要一致。好，咁除咗改善個通道同個間隔之外咧，第二點我哋都要留意嘅就係要揀啲合適個家私設計，就係要揀啲比較穩陣同合適長者高度嘅凳。而點先係合適長者高度嘅凳咧？就係當長者坐低嘅時候，佢雙腳個膝關節同張凳係可以形成90度角嘅。咁即係話係將腳係可以平放落地，腳踏實地，咁就為之合適啦。咁如果你哋想買啲合適嘅凳俾長者嘅話咧，我建議最好買啲可以調校高度嘅凳啦，同埋有扶手嘅凳，例如啲健康椅啦。因為長者喺企身嘅時候咧，可以用手借力之餘咧，佢隻腳都可以用到力去協助佢企身。咁呢個可以減低佢嘅跌倒風險。咁第二點就係個櫥櫃嘅設計個高度咧，要盡量去配合長者嘅身高，咁呢個可以避免長者咧擒高擒低，又或者係啲儲物架咧要擺放喺啲方便長者嘅位置，呢個可以增加長者嘅活動能力同埋個安全性。第三點就係改善個浴室嘅設計，就係建議個浴室內咧用啲防滑地磚，又或者啲防滑墊去代替啲冇防滑功能嘅地布。第二點就係拆除個浴缸邊個旗杆，去令長者唔會因為個浴缸偏高，而佢哋要單腳攬出攬入嘅時候咧，就好容易失平衡跌倒啦。第三點就係建議將個企缸同埋個坐廁牆邊咧安裝啲合適高度嘅扶手，或者用啲沖涼椅坐住沖涼，咁呢個可以減少長者企住沖涼嘅滑倒個風險啊。第四點就係如果個坐廁太矮，又或者做咗髖關節手術個長者咧，要避免佢個髖關節屈曲多過90度咧，咁呢個可以加啲膠製嗰啲坐廁增高器，去防止長者咧企起身嘅時候咧，佢雙腳一時冇力，失平衡係向後跌啦。好，第四點就係我哋要確保個光線充足啦，呢個好緊要啦。咁我哋要確保室內咧係有充足嘅光線嘅，尤其是喺夜晚。長者去廁所嘅時候，如果個走廊嘅燈光比較暗，長者睇唔清楚咧，就會好容易跌倒啦。所以咧，建議長者個房同埋去廁所之間嗰個通道咧，安裝個紅外線感測燈，去減少長者咧半蒙半醒去開燈嘅期間咧，因為失平衡就咁跌倒啦。第二點就係建議安裝啲燈掣個係方便長者嘅位置。咁呢個最好就係喺床邊有床頭燈啦。第三點就係，如果房同廁所嘅距離對長者嚟講係比較遠嘅話咧，咁就建議喺床邊放一個便椅，尤其是係有尿頻嘅長者。咁呢個可以減少佢一晚去5-6轉廁所嘅期間咧，佢跌倒嗰個風險啊。咁一般個便椅咧都可以調校個高低，亦可以加啲背墊或者坐墊，咁呢個可以去配合唔同嘅長者嘅需要嘅。好，最後一點啦，就係改善個床嘅高度啦。咁我哋可以利用床褥去改善床嘅高度，但係點先係適合
長者高度嘅床呢？就係同量度長者高度嘅凳一樣啦，即係話長者坐喺床邊嘅時候，佢雙腳嘅膝關節同張床咧係可以形成90度角嘅，即係話個雙腳係可以平放落地，唔使拮踭，腳踏實地，咁就為之合適啦。咁如果改善咗合適長者高度嘅床啦，但係長者隻腳係偏冇力嘅喎，咁我會建議喺個床邊咧，加啲轉坐起床架，令長者可以用雙手嘅力咧去協助佢轉身同埋坐喺床邊啊。好，我總結咗以上5個家居環境個點樣嘅改善個陷阱。咁以上其實都係屬於啲環境嘅因素，但係長者佢個人嘅跌倒個風險嘅因素其實係可以預防嘅，所以咧記得留意下一集個 How 去預防跌倒嘅日常生活個 tips 啦。好啦，我今集就講到呢度啦。如果你哋覺得呢個影片幫到你嘅話咧，就俾個 like 我，同埋記得分享出去，因為 sharing is caring。如果你想預知更多長者防跌嘅知識，歡迎大家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Tammy the Physio。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